大伙注意看，监控画面又开始消失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它又自己正常了。见过没？关键这期我还不是过来修监控的，而是过来调试这个 H3C 路由器以及这几个 WiFi 的。原以为这次任务非常的简单，没想到还是让我栽了跟头。遇上这事，我敢说哪路神仙过来都够呛。要不信的话，你可以看看我到底遭遇了什么。其实我已经调试好这个 H3C 设备，可以正常上网了。接下来就调试这几个 WiFi， 就没我什么事了。由于这几个 AP 没有配备 AC 管理器，所以我需要把它的开关拨成 FAT 模式。等它切换完成模式后，我就输入它背面这个默认地址，然后进去修改一下 WiFi 名称和密码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我输入这个背面默认的地址，居然进不去后台，这可难不倒我。我可是实战选手，面对任何突发情况，我都游刃有余。什么牌子的默认 IP 我基本都知道，所以我用电脑设置成和它相同网段，然后进入它的后台，修改一下 WiFi 名称就行了。但是你真的以为这么顺利吗？后面我发现，即使设置了相同的网段，也打不开后台。我下意识拼一下这个后台地址，发现也是拼不通，这就奇了怪了。我以前经常调试这种设备，是这个地址啊，不会出错的，难能是线路出了问题。但是我过去看它，灯是亮的，但是我还是拆了下来，单独插在这交换机上。这下我电脑和这个 AP 都在一个交换机上，这回总算能进入后台了吧？结果还是无法访问，无法拼通状态。我还纳闷的时候，转头发现，我的妈呀！监控咋全没了？我可是啥都没动啊！我记得我刚进来那会儿，监控是正常的。这下好了，不但要解决这个 AP 问题，还要给人家修监控。这事说来也奇怪，我还没修呢，监控它又离奇自己好了。Nice， 那就先不用管监控了。我那时候以为 AP 没有获取到 IP 地址，所以无法进入后台。但是我手机就偏偏能连接上它默认的 WiFi 名称，而且我还看了下手机 IP 地址，正好是这个 H3C 分配的地址啊，手机还能进入 H3C 的后台。奇怪的是，这个 WiFi 一直显示不能上网，但是我电脑接这个交换机上是可以上网的，测一下网速还贼快，有1000兆呢。但是 AP 插这个交换机上就是不能上网，这还真是少见。万般无奈情况下，我只能还原出厂了。每个设备都有还原出厂键，用牙签戳几秒就可以恢复出厂了。尽管还原出厂成功，依旧无法进入后台。这时候我随手拼下网宽，却发现了异样，拼无延迟，但是丢包严重。面对这种情况，给我第一反应就是还路了。对呀，这种情况确实和还路一个症状。但是这个办公室还没有人来办公，除了那几个 AP 和监控插上去亮灯外，其他的网线那一头确实没有插任何设备。不管了，为了排除这些网线的嫌疑，我只能每拔一根网线，然后看下拼的数据，直到拔到还路那条网线为止。奇怪的是，线都被我拔完了，还是出现丢包。现在只剩下4条线了，分别是连接录像机的网线，连接我电脑的网线，连接这个 AP 的网线和连接 H3C 的网线。然后我用这 H3C 的网线插到我电脑上拼试一试，结果拼了一段时间，发现没有任何的丢包，那至少保证这个 H3C 上面的所有网件都是正常的。于是我又把网件插回了 TP 交换机上。就在我一插回这个 TP 交换机上，我电脑拼又出现丢包了。没理由啊，这交换机的线全部被我拔完了，怎么又丢包了？后面我才注意到，只要接入这个交换机，网络就会大量丢包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我把网件插上去，连 H3C 的交换机也开始丢包了。只要我一拔掉这条网线，2台交换机断开连接，网络又彻底正常了。于是我就开始认真检查这个交换机了。我看到这个交换机的工作模式属于微刃隔离，会不会是这个问题？我拨成标准交换来看看还有没有这种情况。拨成标准交换后，拼再也不丢包了，就这么神奇。于是我就把上面的网线重新插回去，再拼一会儿，确实不会再丢包了，监控也正常了，也没有出现画面丢失的情况。为啥拨成微刃隔离模式会变成这样？小胡我比较业余，还是请理论大师们讲一下原理吧。反正我是不明白，这事总算是解决了，但是好像又回到了起点。我过来是调试这玩意的，而不是给人家修监控的。修了半天监控，还是搞不定这个 AP。于是我就看了一眼这个 AP 的 MAC 地址，然后进入企业路由的后台查看一下这 MAC 地址到底存不存在。结果它的地址是存在的，它还获取了这个 IP 地址。当时我死马当活马医，输入这个地址的时候，结果 Oh my God！ 哇哦！
我操，这什么情况？讲真，这个怎么可能？居然是用分配的地址来当管理地址，这就意味着这个 AP 没有任何的固定后台地址，完全是他获取了哪个 IP， 哪个 IP 就是他的管理员地址，这个就真的有点难了。我感觉这个设计会坑到很多人，有几个会像我这样通过 MAC 来查找他的地址，又有几个人会知道他获取的地址居然也是他的管理员地址。反正我觉得这个实在太坑人了。好了，又有一个奇怪的案例被我碰到并且解决了，感谢大伙一路观看。关注过我的人都知道，我只发一些底层类的维修视频，却总是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技术出来，这就招引来了一群黑粉，或者说优越党吧。大伙可以看图，面对这种人的话，可以说是误入歧途了。我做这些视频也是为他们着想，尽管我每个视频看起来业余的一批，但结尾总是能顺利解决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万一我一开始就知道解决方法呢？我是故意没有解决呢，而是每次快到结尾的时候又奇迹般的解决了。我之所以故意这么做，那是因为我想把排查故障的思路和经验分享给大伙罢了。我要是立马解决了，相当于直接拿数学题的答案给人家，连个解题的思路和过程都没有，你觉得人家会看得懂吗？那我的视频还怎么做得下去？其实这招我还是跟城阳电工学来的，他的视频平平无奇，却为什么总是这么受大众欢迎？就因为大多数人能看得懂，才愿意继续看下去，这就是他高明之处。而我的视频，我看起来够简单了吧？但是有80%以上的人表示还是看不懂，所以有没有耐心往下看。甚至一个做了10年电脑硬件维修的师傅表示，我的视频专业性实在太强了，他也就勉勉强强能看得懂，这就让我惊掉了下巴。我自认以为我的视频已经够接近大众了，居然还有这么多人看不懂。是啊，我们不能再用我们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，打个水龙头对我们来说多简单啊，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已经是很厉害的技术了。就在那时候，有很多像这样的评论，就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太大了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的。后面我才明白过来，把知识传授于人，不需要的多专业，而是让人家听得懂，能学得会，这个才是关键。你一开始就像这样抓包分期解决故障，这样确实是表现你专业了，但是这种视频连我看的都是晕晕的，你认为还有几个愿意看下去？所以为了更多人能看得懂，我经常以一个新手的立场去解决问题，就好比我某期解决大华录像机添加不了自己摄像头一样，我当初就这么顺嘴一说，我很少接触大华罢了。但是我看到了这条评论，我就感觉这个人已经完全误入歧途了。但是看过我往期的都知道，我维修大华的视频并不少。你还真的以为我刚接触大华不成？你说这句话已经暴露了你多少斤两。在我看来，你引以为豪的监控，其实在做电行业里面的难度属于垫底范围。就连项目机也不难，我那会儿正儿八经的学了2天就学会了。监控小到家庭云台，大到项目机、磁盘阵列、解码器、控制台，乃至 AI 我都参与过。监控我能接触到这些层面，你认为我在监控里面属于什么段位？当然，这也不是我的个人能力，而是平台能够让我接触这层面的技术罢了。我为什么没有把这些项目公布出去？因为我深知这些并不是我的个人能力，而是平台的能力罢了。而且真正讲起项目来，我是几分钟的视频就能讲完的，压根就不适合做成短视频。我费那劲干嘛？我之所以特别做这些视频，一来是为了你们这些真爱粉，小胡我不能让你们失去了光，小胡我每期视频的过程看起来的业余一批，实际稳如老狗就对了。二来也是为了这些优越党的未来感到堪忧，因为还是经常有一些人发一些视频艾特我，显示他是多么的专业。这些人完全是把平台的能力当成了自己的能力了。你要是离开了平台，你一个人还能接下这些项目吗？还能运转这些项目吗？就好比一根稻草绑在了螃蟹身上，以为自己就和螃蟹一个价了，其实你还可以再大胆一点，绑在航空飞船上，那多威风啊！所以不要把平台的能力当成自己的能力，离开了平台，你可能就一文不值了。好了，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。